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雪冰。你们好，你们好。还是得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啊，这个胳膊是小时候一次意外，高压电啊，就咱不要紧张好吧？你们紧张，咱是像募捐一样啊。松一点，松一点。确实啊，有个朋友刚看到我有点紧张，我也理解啊，可能也不光是因为胳膊，我这个人就长得有点凶啊，而且说话的时候不自觉的呢喜欢皱眉，一皱眉显得人更凶了。之前其实想过一些办法想解决这个问题，真的，我特别希望就是我一上台吧，给大家一种可爱的感觉。这就是我想到的办法。我上一轮表现其实还不错，然后讲完了下台就有这个演员呢夸我，说：“哎呀，斌哥呀，演的太炸了，你演这么炸，我们怎么接呀？”我说：“不好接是吧？”当年医院的大夫也这么说的。今天跟大家聊聊工作，聊工作。我之前呢是在一家福利企业工作过一段时间，给不了解的朋友大概解释一下，福利企业呢是这个由民政部门主导设立的，以集中安置残疾人就业为目的的社会福利型企业。它安置残疾人的比例呢不能低于25%，然后人数呢不能少于10人。实话讲，我觉得按现在脱口秀行业发展的趋势，我觉得用不了几年，咱也能办个福利企业了。这不每年都有新增的残疾人名额吗？对吧？到时候节目就叫脱口秀和他的残疾人朋友，喜剧之王单手记，是吧？真的想想就刺激，是吧？到时候让黑灯当董事长，小佳当 CEO， 我给他俩打下手，当左膀左臂，是吧？一般企业啊，就是面试呢是看简历，福利企业不一样，福利企业看残疾证。真的，这位福利企业啊，我这个残疾证可比一般的简历啊耀眼多了。什么3岁琴棋书画呀，16岁清华北大呀，我5岁摸高压电啊，相当耀眼。但其实进厂容易啊，安排工作不太容易。确实适合我的工作不多，大部分都是手工活。然后呢，老板想来想去呢，给我安排了一个管理工作，让我管理车间。一不小心还成了领导，应了那句话吗？啥也干不了，只能当领导。刚开始还有点膨胀啊，我心说我当领导，那还不得一手遮天呢啊！干了几天发现不对劲儿，就是个傀儡，没什么实权，每天就是给老板呢跑腿和传话。其实后来知道，老板这么安排也有他的想法。他觉得我可能跟车间里的残疾人呢有共同话题毕竟都有残疾证嘛，这叫以残治残。老板说我口才好，让我每天早上呢给这个员工呢开动员会，打鸡血，喊口号。那一半都是聋哑人，我喊给谁听啊？老板脑子转得快，转得太快了，他让我学手语。多荒唐！让我学手语，我说老板，你不怕我学完手以后说了上句没下句啊？说真的，当时车间里的很多工作呢，确实是残疾人呢更适合一点。你比如说这个聋哑人就是干活就特别的专注上班时间从来不聊八卦，咱一聊天手里活就停了嘛。当然，车间里呢是这个计件工资本来说的是多劳多得嘛，激发员工的这个工作积极性。但是当大家的工资呢真的提高了，老板又会背后里搞小动作，他偷偷改那个算法，把大家的工资呢再降回到3000块钱，都不够买瓶擦脸油的，是吧？真的不得不说就我们老板在降本增效这一块真的从来不搞歧视。平等的剥削所有人，那个公司就围绕着那个3000点涨涨跌跌，时间长了，真的大家有一种看似在上班，实际在炒股的感觉，是吧？一开始我还不明白，你说就这么不透明的制度，还能有人在这工作10多年，为啥呀？还能为啥？都被套牢了呗，是吧？每天最轻松呢是午餐时间，大家呢围坐在一起聊天特别开心，真的那个画面特别温馨。你就感觉像是杨过领着江南七怪团建。
真的，有时候我就想，你说就我们这个豪华阵容，那随便找个步行街一趟，不得月入3000吗？是吧？但其实这么想吧，格局有点小了。相比这个赚钱，其实福利企业还给残疾人提供了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啊，其实就是尊严。当时在福利企业里边，其实很多的残疾人啊，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工作，然后自力更生，养家糊口，靠自己勤劳的双手或者单手。而且福利企业其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优势，就是有这个税收优惠政策。有一年嘛，就是很多的企业效益不好啊，都倒闭了。我们厂呢，愣是靠这个残疾人补贴活下来了，现在干得还不错啊，老板现在混得也挺好，有吃有喝。哎呀，就让我想到了一句话，叫“变身罗琦者，必是养了残疾人呐”。最后啊，呼吁一下，我觉得这么好的政策咱别浪费，对吧？我还是希望社会上呢多一些福利企业，多给残疾人一些工作的机会。只要你愿意收留这些折翼的天使，我们就做你的天使投资人。谢谢大家，我是雪面。哎，咱们这边有戏了。掌声送给雪冰，锁票倒计时。再次掌声送给雪冰。你选阵营的时候是选的毛，我选的是毛，对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我其实现在我不小了，我86年，今年已经快40了。我觉得前半生都是在隐藏自己，或者说在就是尽量想方设法的把自己藏起来，不让大家看到吧，因为都有那种就是像病耻感那种感觉。但是我觉得讲完脱口秀之后，我想开了啊，我觉得我想后半生活得勇敢一点啊，我想突破一下自己吧，勇往直前一点。特别棒，特别棒。大老师开灯的瞬间是喜剧单手记，我快笑炸了，然后大老师就疯了，我真的是笑得我鼻泡都快出来了。刚刚那一下，我说太厉害了。然后还有那个后边那块也太逗了，说那个正手语有上句没下句。就我刚才从逻辑上有点纳闷，因为我没学过手语嘛。如果只有一个打的话，是有一上句没下句，还是会影响偏旁部首，还是就比如说会不会把徐浩伦打成预告 B 什么的，或者是说那个对联只能打上半联，就是下半联没有。这个解释一下，严格来讲，其实是一个手，就是有些词就是打不出来的，没有那么严谨。这个段子。他能把悲惨的事儿让我们笑得毫无负担，这个是特别厉害的功力。是的，是的，而且我觉得他文本是很缜密的，非常缜密的。而且雪冰本身，因为我们是在台上4个人像看连续剧一样，有第1集铺垫之后，其实我们是已经没有负担，然后加上他本身特别有喜感，很亲切，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棒的一次比赛。上一场你表现也特别精彩，感谢。然后这场比上次还有突破，因为一般选手们打比赛的时候，战术上会把第一场弄最强的，比较炸的一个，然后第2场会下来一点点，对，但他第2场更强，所以我期待你后边一路能越来越强。好，感谢。重点是在于我觉得就是有一个给人力量，特别释放。因为很多那个脱口秀还有讲笑话、幽默都是先制造紧张感，然后成释放。你直接上来就有一个这个是吧？对，直接一点嘛。再次把掌声送给张老师，我还最后说一句，雪冰，我最后再说一句吧，就是我觉得给我们这个毛阵营的加个油吧，就是鼓个气儿吧，咱是毛啊，怕什么呀，对不对？咱得干他们盾呐，是吧？希望大家后边给点力，好吧？来，小帕回到场上，我们来看一下毛阵营和盾阵营晋级的局面会不会有所改观。来看一下小帕和雪冰得票情况。雪冰的赢了，我们觉得小帕赢。我觉得不准。好了，回去坐着吧。恭喜小帕274票成功的晋级到下一轮，雪冰266票，非常优秀的成绩。再次把掌声送给雪冰和小帕。
可怒。太了不起了，太了不起了，给大家打个样，太棒了，挺好，太棒了。挺好，挺好。确实有很多的一些残疾人员工觉得我好像自己不行，我不自信。我也挺希望，其实通过这篇稿子，能展现出自己的一个自信的状态，让他们知道，就是咱们其实什么都不差啊，只要拿出自信来，好好干，在很多的领域里边，我觉得都能表现得很好。希望能给他们带来力量吧。